今天说书的内容是被禁锢1000年的唐朝公主。它是一部漫画，这个漫画的作者呢叫做游素兰。游素兰是咱们台湾最知名、最著名、最经典的漫画家，他也写小说，他所创作的著作呢非常的红，尤其呢他最近还有把他的作品拍成电视剧，叫做《火王》。创作的作品不计其数，甚至呢他在17岁的时候画了一部叫《倾国月领》的漫画，瞬间大爆红。17岁完全走红，各大出版社成为所有人众所瞩目的焦点。在17岁饱受过攻击、眼红、嫉妒，这是一件很常态的事情，也是唯一一位把自然界拟人化的小说创作家啊。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知道了呢，我那时候很爱看漫画。然后拍成电视剧呢，是由台湾的演员陈柏霖、景甜啊这些人的合作，然后李莹啊、仲天啊、凤健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火红。在前一阵子呢，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有做播出，收视率都创新高，永远在前3名。他最擅长的小说漫画创作呢是奇幻、古典、武侠，他也有在研究易经、八卦，所以他把自然界拟人，也间接造成穿越啊，我最喜欢的题材。对，所以这都是他非常擅长的题材古风啊、浪漫啊。因为这样的创作呢，就让他用漫画去做一个意象的表现，用漫画呢去创作，就是让人家有无限的想象。但是后来又因为拍成电视剧之后，又让更多人有发挥空间。目前也正在努力继续创作跟改编，然后做授权拍成电视剧、网络小说跟网络电视剧，还有网络上的漫画连载。一开始第1部呢是《古镜奇谭之1：倾国月领》，《古镜奇谭之2》是《火王》，《古镜奇谭之3》是《丹羽记》。我们就会一一的为大家说这几部最经典故事。禁锢1000年。他现在还活着吗？这个故事呢，我们就要从现代说起。女主角考古学家的女儿，她叫魏永倩。她喜欢考古，因为她爸爸就是考古学家。那她非常好的青梅竹马叫做觉文。2个人呢，有一天跟着爸爸，还有劳伯特叔叔。劳伯特叔叔是一个记者。他们4个人呢一起去考古。这个古墓呢是唐朝的古墓。好，爸爸带领了，2个人一起走到了古墓周围。他和觉文想说要下那个楼往下去挖它，没有想到觉文很拽的，觉得自己应该很帅，因为他很喜欢魏永倩，故意翻墙，他就偏不走楼梯，结果背包勾到，跌了一个。这不就很像偶像剧的那种男主角概念吗？这个时候不小心就碰掉了一样东西，哐啷掉下来，其实就是镇守那个古墓的严禁。当时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对，只是单纯觉得我碰掉了一个文物。所以呢，魏永倩就很生气说：“觉文，你可以不要再乱动了吗？如果你这么乱动的话，我们要是碰坏了什么古物，价值就不见了，不是吗？”是，所以呢，觉文就开始跟他吵架说：“哎呀，那不过就只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文物，你不用太在意什么的。”2个人呢就吵架。魏永倩就开始跟他骂，逼到他墙壁的时候，居然推开了那道门，2个人一起掉进去。没有想到那个一跌，居然直接到了主墓，里面所有东西一尘不染，好干净啊，就像新的一样，不会吧？连那个棺木都发亮通风的感觉。以前的人还没注重风水，是不是？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好不可思议哦，为什么会这么干净、这么亮呢？他们就开始喊啊，爸爸谁谁谁来这样，结果他们就去把棺木打开，呈现公主遗骸。这个遗骸以为是白骨，结果是完好如初。身边还有非常多的花，她最爱的青莲，那是公主生前最爱的一种植物，也都完全没有腐烂，然后就摆在她的身旁。曾经去看过那个木乃伊，整个包到不行，这个厉害，很漂亮。你就看那个好美丽的公主，就只是睡在青莲之中，然后他们就觉得吓了一跳。但是他们觉得这是很有考古价值，所以他们盖回去。盖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先离开了现场，因为今天考古的进度已经达成了。然后找了几个人去做守卫。这时候呢，魏永倩就在
那一天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屋顶看他，也让他感到好像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气质，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谁。突然那个人不见了，一瞬间就不见了。他有说，他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就一直做一个梦，就是梦到一个女孩一直在他梦里出现，在皇宫中生活的感觉，他好像也一直在跳舞、玩乐，然后都是很开心的样子，但他却想不起来那个女生是谁。直到那一天棺木打开的时候，他那个梦又来了。所以因为他回家的时候呢，本来是说好觉文跟劳伯特师叔一起载他回家，他说不用，我觉得很累，他想要先回家。如果他到家了，他再打电话给觉文，跟他说我到了这样。就他回家的时候，没想到他直接就先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又梦到那个女孩子，他就觉得他到底是谁？然后又醒了，因为他又梦又醒了。醒的时候，他就隐隐约约感受到那个女孩好像站在窗外看他。怎么变成鬼故事？对，所以那时候是晚上没有错，所以他就只好爬起来，就看向窗外，他就站在那里，那个就是他夜夜梦见的女孩。他为什么站在那？然后还醒着说我还看得到他。对，结果这时候突然又不见了，电话响起来了，他想到觉文明明说我回家之后要打电话给他，可是他一定觉得我回到家怎么没有打给他，是不是怎么了？接起来那一刹那，因为呢，电话放在窗户边，他就看到一台窗户来，就面对面了。我听到他毛骨悚然了。然后就这么近的距离，他吓一跳的时候，觉文就在另外一边讲说：“喂，你怎么没打给我？”他正要回答的时候，打破窗，进来了。魏永倩就立马被他打一个摔到地上，然后电话就没有挂好了。觉文就从另外一边听到，怎么了？永倩，你怎么了？永倩，他就的时候，快跑！因为呢，没有想到那个公主就进来了。她是直接从外面跳进来的吗？走进来之后，他就想说，他会打破玻璃，那就代表说他是实体。快跑，赶快逃离这个房间！我关门，他进不来了吧？所以他就冲出去，门一关。我想说，那我应该还有争取到时间，我等觉文来穿墙了。没有想要穿墙怎么办？我就应该赶快跑。如果离开1楼到2楼，他应该就还要跑上来吧？我不是跑楼梯上去的，因为我有体操的底子，吊单杠上去很快，他总掉不了了吧？上去了，他还飞上来了。然后就吓死了，就被他追到了嘛，很生气的用那个袖子一甩，导致那个魏永倩他就被他打一个摔到墙壁，再丢开关，那个开关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叔叔帮他们装的一个好大的八卦灯，那个八卦灯突然一亮，李莹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八卦好熟悉。李莹公主觉得好不舒服，很克制她。她突然想到，原来那个八卦呢，就是当时母后送给她的。周文王震天八卦，告诉她说：“我这个是要保护你的，你好好带在身上。”她那时候只发现母后的眼神很爱她，很怜悯，对她特别照顾，但是她感觉不出所以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神？但是她每次看到父皇的眼神，总是非常的冷漠无情。那个时候，这个八卦已经在女主角她家了，对，只是没有打开过。而且当时安装的时候是谁装的呢？他爸爸有一个朋友叫做吴叔叔，吴叔叔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爱研究易经八卦，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师傅，所以他是跟他学的。那一次呢，吴叔叔就是他们家安装这个正邪八卦的时候，觉得我还觉得吴叔叔你很怂你不要在墙壁上装那个有的没的好吗？其实年轻人真的不喜欢，很难看对，结果导致那个灯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后来才知道，魏永倩天天梦到的这个女生，就是他们那一天打开棺木的那个女生。后来想起来了，对，同一个人。觉文跟劳伯特终于赶到了，他们就把他吓走了，因为他觉得怎么有另外2个陌生人来了。觉文就问说，为什么那个八卦灯可以克他？他是谁？魏永倩就说，我想起来了，她就是我天天在梦里梦见的那个女生，就是我们那一天开棺的棺材里的那一位公主。2个人就打电话去到古墓看守那个地方，问她还在不在？
对，空的。重点是，看守那2个守卫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他从那个墓出来杀魏永倩。这时候就要告诉你，他追魏永倩的时候，李莹有给他一个讯息，就是你怎么逃都逃不掉的，因为你跟我一样很可怜。我当时在那个皇宫里生活，我也逃不掉，与世隔绝。所有的人看到我都像看到鬼一样恐惧害怕，所以父皇就把我安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宫廷，我就觉得很孤单。可是唯一怜悯我的只有我的母后。父皇看我总是如此的冷淡，他终于了解了一件事，原来就是有一位大臣，他是唐朝钦天监的那种官，对，就是看天象啊，然后跟皇上报告说接下来会有什么灾祸，或怎么避的那种。对，他就是跟皇帝报告说，对，你的女儿就是怨气集结而生的人。那你只是说她是妖怪？对，他告诉他，他就是这样的人。父皇一开始完全不相信，对，但是他有所忌惮与恐惧。所以他就把他先封在那样的冷宫里，但是他该给他，他全部全都给。李莹公主唱歌跳舞的时候，居然她可以在水上行走，控制所有水这个元素，还被父皇看见过。她居然有可以让水乖乖听她话的功力。她那时候最喜欢的植物就是青莲，湖面上种满青莲。都是他父皇给他的，所以当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就会在水上跳舞，只有守护他的护卫可以跟他说话。这个护卫呢，非常的保护他，尊敬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他。然后呢，有一次父皇呢来到李莹公主的宫殿里，他就看到他女儿又召唤呼水在跳舞了。这个情况下，他本来觉得，可能这个大臣说的可能是假的。我女儿明明就是这么漂亮，又这么可爱，又这么美丽，她不过就是比平常人多那么一点点特异功能。好，他那个时候会相信特异功能也蛮厉害的啦。至少他也没去害人啊。是，对。结果呢，他就看着他女儿就从水里跳回来陆地上的时候，他就蹲下来玩他那一只可爱的幼猫。他就玩着，突然就，那只猫就爆了。父皇不就傻？对，他就看着那个爆了，全部都流血，他还觉得这些鲜血，他看了其实很舒服的。好。这时候父皇完全相信我的女儿就是妖怪，他就决定这个公主不能留，要杀了她。但是那时候李莹公主完全不知道，只有她的护卫保护着她。这个护卫就是大名鼎鼎的皓月。护卫呢，为了保护公主，他不管是不是皇帝的命令、皇后的命令，不管任何的权势权威，就是要保护他的公主。公主就是他唯一最爱的人。父皇就派了很多的兵攻进去，因为他觉得他女儿是妖怪，应该打不赢。公主就觉得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为什么父皇派这么多人要来杀我？这时候只有皓月一个人带着盔甲，拿着战斧冲出来李莹的前面，挡说，谁再靠近我就杀了谁。这时候皓月以一挡百，但是还是不敌，因为皓月到最后重伤。李莹公主好伤心，跌坐在地上，搀扶着皓月。她父皇就走上前，拿了一把剑，从李莹的身上下去了，就亲手杀了她女儿。李莹公主对父皇的眼神完全没有躲，没有闪，没有抵抗，没有任何的不满。对，她就只是单纯觉得，我父皇来了，我最爱的人来了。虽然我知道这些兵都是你派的，但是我见到我父皇了，我居然还是被杀了。他还是用这么爱的眼神看着他父皇。他父皇杀完他之后，才发现我怎么亲手杀了一个没有任何武器、没有任何抵抗？你们不是说他是妖怪吗？那他为什么对我完全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我就这样杀了我女儿。李莹公主和皓月就
死了。李莹后来开始才觉得，原来母后会这样看我，原来父皇会这样看我，原来我会被困在那座宫里，原来为什么只有皓月在保护我？原来我这些行为都是妖怪的行为。他是在死后的那一瞬间才觉悟到这件事情。他以为他可以行走这些水，他以为这些都是他很正常、很开心、很快乐的行为。为什么你们要杀我？为什么你们还杀了我一直保护着我的皓月？这时候就只剩下李莹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怨念，他就觉得你魏永倩根本一样逃不掉。为什么呢？后面我们就接着讲。魏永倩和觉文跟劳伯特叔叔就找到了吴叔叔，因为他觉得他一直要追杀魏永倩我们一定得赶快去找到制作这个八卦灯的人。灯一打开的时候，虽然刻到了李莹公主，但李莹公主用她的力量把那一盏灯给震碎了。那我们必须再去找源头，到底谁做了这个八卦灯？八卦灯既然是吴叔叔安的，我们就找吴叔叔，看他当初在哪里。对，吴叔叔说。其实那一盏灯是我师父做的，他师父做的。那不然走，咱们一起去找你师父吧。师父居然没有住在台湾，所以他们就飞了飞机去找师父了。飞机是跨国了吧？对啊，国际飞机了。跨国的情况下，李莹公主应该追不到了吧？那不成。结果这时候他们就找到师父了。他们想的师父应该就是那种深山里竹林里的老者，没有想到一走出来的，居然是仙风道骨的帅哥，不太合逻辑。好帅哥，很美很美的美男子。这时候魏永庆就想到，那个人我见过啊，就是我们在开关的时候，不是站在上面看着我的人吗？他为什么那时候在那里盯着我？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不见了吗？我们找的师傅居然找到了，就是你。结果师傅就说：“你们来找我是没有用的，你还真的是怎么逃也逃不掉的。为什么你会逃不掉？因为李莹公主就是你魏永倩的前世。这个师傅他叫做上轩。”他是主宰天域之神，对，所以他告诉魏永倩说，既然李莹公主是你的前世，那他也很纳闷的，李莹公主是用什么样的力量让时空重叠了？就是那一股怨念，所以他还告诉他，你是逃不掉的，他来今生杀你。可是他杀了今生，那他的未来不就不见了吗？那后来这个师傅怎么说？师傅就说，因为你们都在同一个时空，他用怨念来穿越了，他就必须杀了你，所以你才会一直被追杀。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觉文就说，你这个神棍你根本他们都不懂，你是不是根本就救不了我们？你才这么讲的。然后呢，上轩就回了一句，回去吧。吴叔叔就说，师傅不行啊，你一定要救救他们。觉文这小子讲话就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他得罪你，你才不救我们？回去吧，好自为之吧。而且你们现在不赶快回去的话，李莹公主就会追来了，因为她会飞。之后呢，劳伯特叔叔、觉文和魏永倩开了车，赶快离开那个地方。没有想到，上轩突然感受到他来了，速度也太快了。吴叔叔说：“怎么办？你带着这3个小八卦，暂时先顶着用吧。”吴叔叔就带着那3个八卦，骑着脚踏车去追他们了。脚踏车，那画面非常的奇怪。你这个开车，他弄脚踏车。所以李莹追到的时候，就在他们的车顶上下了力量，车顶就猫没了。猫了之后就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我叔叔就追到他们了。我叔叔真的也很厉害。快走，快走！如果现在不走，就来不及了。师傅会救我们，会帮我们的。李莹公主就更生气的情况下，发动第2次攻击的时候，对，突然觉得感受到一股结界，过不去了。是谁？谁在阻挡我？就是上轩在那个森林里所下的结界。AT 理查。然后呢，
一时让他过不去。上君就觉得以我的力量，我应该可以阻挡你一阵子，但是我不能改变命运，所以我不会阻止你，也不会强力去干涉。刚这么想而已，他的结界就被李莹震破了。上君才知道这个怨念的力量有多强大。这时候无数者就赶快关车门走，快4个人就开车就走了。李莹公主就没追上了嘛。他们终于回到台湾的家了，怎么办？无数者说，刚刚师傅有给我3个小八卦，李莹公主追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她引到一个小空间，镇守在里面，是不是就可以逃过一劫了？他想了一个地方，电梯，把她引到电梯里，我们就先在电梯的前后左右都先各贴一颗八卦。这时候他只要进了电梯，他就出不来了。他们就在电梯的那一面先贴一个，换电梯的那一面贴一个。结果魏永倩从另外地方逃过来了，后面居然就是李莹，也太会追了。怎么办？手上剩下一个八卦，不然贴他。李莹公主贴了一下呢，她就被往后震了很大一个力量，她就觉得功力受损。这时候她又还是继续追魏永倩，魏永倩就是一直逃，她就甩了一个手，她把那个劳伯特叔叔的脸刮伤，然后呢，劳伯特叔叔跟觉文就摔在地上，她就继续追魏永倩去了。结果魏永倩到最后真的是无处可逃了，李莹公主就非常生气，掐脖子，掐到墙壁，想要掐死她，结果没想到魏永倩穿墙了。李莹公主自己也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墙的另外一边的魏永倩，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全部人都吓一跳。我怎么逃离魔手，摔到另外一个墙壁了？这情况，从墙壁又伸出一只手进来，抓了她的头发。李莹也有穿墙过来了，再跑，然后再继续追。这时候他们拿了另外一张八卦，李莹公主就觉得怎么这么多八卦，一直在伤害她的功力，她就觉得那我先避一阵子好了，那我要离开，我要再从那边穿墙过去，我过不去了，觉得好不舒服，好不舒服，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止她？为什么过不去？对，原来那一面墙就是贴着原本的那一张八卦。然后他就很生气，就用了他的功力，伤敌1000，自损800，把那张八卦撕下来，再用他的怨念再碎了他。我就不信你们还有多少八卦。这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咱们就下一集分晓。